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这个泽伦斯基啊，被美国这样甩一巴掌之后呢，现在是不是要回去找英国来做讨拍了？因为他后来访英国了之后呢，哇，好温暖了，大家也很欢迎他。英国首相还说这里非常欢迎你啊。我们来看昨天的一个情况，昨天他跟川普吵架之后呢，那甚至还黯然离场，但是他马上到了英国去。哇！英国的首相热情的拥抱跟欢迎，两人一见面就拥抱，这跟白宫的气氛是完全不一样的情况啊！甚至英国首相还热情送客他泽伦斯基要离开的时候还热情送客。但对比美国前一天是黯然离场的情况，双方的情绪完全不一样。甚至泽伦斯基访英还受到热烈欢迎，礼拜天还要觐见那个英国国王，还要跟欧洲的多国领袖来做会面看得出来他可能在英国这方面是蛮挺他的。那英国媒体怎么看呢？英国媒体就说了，这个是英国的《卫报》指出说，从未有美国总统用如此公开的方式欺凌和斥责对手，那更不用说盟友了。直接点出来，他说川普呢主持了现代史以来最严重的外交灾难之一因为曾经在神圣的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脾气爆发，声量提高，礼节被撕碎。那当陷入口水战的时候呢，震惊欧洲目睹2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秩序就在眼前崩塌。那是不是报给川普看呢？我们看英国的非常热情嘛，那是不是报给川普看呢？那现在呢，欧洲跟美国的旗舰难道是越来越深了吗？这彼此可能心结也开始越来越深的情绪。那甚至英国首相也提到说，泽伦斯基已经签了将近900亿的贷款协议不过却私下给了一个警告。什么警告呢？就英国的官员说，这个斯凯尔在告诉泽伦斯基说，必须要先修复跟川普的关系，因为没有美国的保证任何和平都不会持久。这是英国的态度。那再看法国的态度又是怎么样呢？现在是不是马克宏想当老大？两边招拢，甚至马克龙重申玩第3次世界大战的是普京，而不是泽伦斯基话讲得很重，他说如果有人想玩弄第3次世界大战的话，这个人不是在基辅，而是在莫斯科。那在川普的这个外交政策转变之际马克龙称欧洲不可以成为美国的附庸他说屈服不是答案，欧洲不要陷入快乐的附庸状态。那川普跟泽伦斯基的对峙之后呢，马克龙现在重启对欧洲核保护伞的辩论他是提议说，没有核武的国家在进行对话的时候呢，英法是欧洲仅有两个拥有核武的国家，核武库的国家。那马克龙说，我们有盾牌，他们没有，所以他们不能再依赖美国的核威慑的力量，那必须要向这些没有这种力量的国家呢进行对话，使得法国更强大。那川普呢，现在威胁加征25%的关税马克龙也说，欧盟将向美国的钢跟铝才对等来做回应。因为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欧盟将对美国的钢铁跟铝给予对等回应，那推实呢对等关税。他强调，在这些措施的面前绝对不能软弱，所以看得出来马克龙是蛮硬的。那另外一部分来看到加拿大现在也要反美，要向欧洲靠拢了吗？因为川普7天内3次的关税调查在针对加拿大这包括了一些木材可能要征收更多的关税。那现在包括现有的加拿大的软木材的征收关税基础上呢，对加拿大、墨西哥商品征收25%的关税。这是川普1周之内发起的3次新关税的调查。那前美国的国务卿的这个季辛吉的名言说，成为美国的敌人是危险的，成为美国的朋友是致命的。我看来都不是什么好事所以现在就去看了，那加拿大是不是现在该跟欧洲来做合作了？因为虽然现在欧盟正在处于成员呢遥遥无期，但是加拿大呢是不是可以利用欧盟建立一种类挪威式的关系，在经济上来取得一些合作？我没有加入欧盟没有关系，但我在很多的一些领域上，我可以跟欧盟来做一些合作那现在川普的乌克兰的言论呢，激怒了欧洲人。杜鲁道将前往伦敦参加国防峰会那表达跟川普的意见是不一样的明确立场。好，先请教彬哥怎么看？你看英国的首相这么热情跟美国是完全2个态度。他是故意做给川普看的因为他才刚在白宫被川普洗脸是川普也是直接在英国好温暖对，直接在记者面前消遣他，是因为这2个等于都被川普那个当场洗脸的人，所以当然要热情拥抱一下，是天涯沦落人，2个沦落在一起。那但是问题来了，你光热情拥抱没有用，你到底能够给乌克兰什么实质的帮助？是现在看起来，我知道当天马上媒体就说，哇，那个英国立刻贷款900多亿，对，
但实际上那900多亿根本不是英国的钱，那是英国冻结了俄罗斯的资产，你知道那900多亿是，而且请注意是贷款的，那未来要还的，乌克兰现在要拿什么东西还，我也不知道。而且更重要的就是，实际上这是有但书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还是要先争取美国的支持，对，你没有美国的支持的话，你还是搞不定。这只是做表面的哈。所以英国是全世界最滑头的国家之一啊！我跟你讲，大英帝国当年怎么起来？就是你以为它是靠武力征服，不是？它大部分的时间是挑起内斗，让你的民族之间、让你的部落之间彼此内斗，斗完之后我再坐收渔翁之利。对，英国一直都是这样，所以英国不会伸出实力的，他不会动到自己的筋骨，他顶多在旁边煽风点火一下。所以他叫泽伦斯基去求川普，川普同意了，他又跟在旁边了。所以一个英国就不是很靠得住。那法国呢？马克龙现在话讲得非常硬哦。对啊，我跟大家讲，马克龙从2年多前到现在就是嘴很硬就2年多前他就说要出兵啊，那你为什么不出兵？法国就在旁边啊，是，对啊，都没有动作。那现在好了，乌克兰面临危急存亡之秋，出兵吧，马克龙，你不是要有那个核保护伞，不是要盾牌吗？出动啊？是，没有啊，他还是要等欧盟其他国家，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就嘴巴讲得很硬嘛。你有没有能力帮助乌克兰？你有哦，你老实讲，整个欧盟只有你有核弹，对啊。那实际上德国的现在的核保护伞是美国提供的，是美国在那边设核弹基地哦。那现在德国说我要转向法国求助核保护伞 ，OK 啊，法国可以给他。那法国你敢不敢给乌克兰核保护伞？你敢不敢给他？你给他的话，乌克兰就有保障啊。对啊，那问题马克龙敢这样做吗？所以我觉得欧洲这些国家最可怕的一点就是马克龙自己讲，我们不能作为快乐的附庸。可是实质上，欧洲这些国家从2战结束之后，现在80年的时间，他们就是美国的附庸。是，而且他当得很快乐，到现在都还很快乐。他们到现在还是不愿意自己出力啊，因为当美国的附庸省了很多钱啊，他们可以把很多的资源拿去发展经济啊，去照顾社会民生啊。那现在如果他真的要完全抛弃美国的保护伞，他的军费要大幅提高，对，他的其他社会福利就要大幅缩减。请问一下，欧洲人能够忍受这样吗？现在说欧洲人民看起来很愤怒，这愤怒能持续多久？其实能持续多久，就看泽伦斯基能够存活多久。所以我个人是不太看好，因为欧洲过去的例子看起来向来都是撑不了多久，嘴巴讲一讲，然后后面就算虎头蛇尾。那这一次，我希望欧洲真的能够站起来，把你们讲了几十年的欧洲军终于成立，然后直接去援助乌克兰，去下注普丁，这样才能够结束这场战争呢。因为美国现在撒手不管了，请问一下，乌克兰到底要怎么结束呢？所以我觉得杜鲁道现在想要去拉拢欧盟，但是你没有办法改变一个地缘政治的现实，就是加拿大就在美国旁边，就在北美啊。加拿大的经济过度依赖美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除非你能够把加拿大搬到欧洲去，不然的话，你还是必须要看美国的脸色，这就是现实状况。所以这个加拿大可能要去评估一下。我请教一下介大使怎么看呢？其实欧洲的这些演员表演的都很多了，对不对？对不对？美国跟俄罗斯在沙特举行第一次会谈的时候，哇，整个欧洲群起激愤啊！那时候马克龙就号召了这个全欧洲领导人到那个巴黎去开会。是，请问开完会以后有什么改变？又做了什么事？开一次还不够，还开第2次，因为那个照相出来效果很好。对马克龙，他有几张照片，他看起来他自己很满意。就这样啊，开了2次，请问有解决问题吗？美国还是照他的步调在做。是，川普就是要跟俄罗斯和解，对，要停止这场战争。那现在这个就变成就是一个道德问题了哈，就是说，到底这场战争是大家是要和平还是要继续打？对不对？你今天这个，我听了这个英国首相听了一句话，我觉得全世界最虚伪一句话。我们要和平，所以我们递了很多武器给你。请问这是什么意思？你一方面递刀，另外一方面说你不要杀人。请问一下，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讯息？对不对？刚刚韩明讲的很有趣，英国人就是一个治理天下的道理，面对国际的纷争这个道理就是分而治之，英文就叫 divide and rule， 他来分裂你，然后呢，他就两边的控制，对。那这是不只是英国人了，帝国主义都是这套说法。
是对不对？把你分裂了，然后他从中求取他的好处。川普事实上他只站在一点，他说我就是要和平，你不要打了，你先停火，停火以后再说。对，那为什么这么多人都说要继续打？对，而且连乌克兰自己的头都说要继续打，乌克兰人民也要继续打，那真的没办法了，自己要去打这场战争，对不对？刹不了车了，对啊，你要打，那谁都没办法，那别人只有说，那最后就川普说，那你自己去打吧，我也不给你枪，也不给你炮，不给你钱，你去找欧洲人吧。那欧洲人，英国拿了22亿欧元，他有没有说立刻付？有没有说怎么付？都没讲，都没讲啊。所以我觉得就变成就是说，泽伦斯基真的不要再做傻瓜了，在这些帝国主义的老奸巨猾的政客中哈，他一下受人家的怎么样红地毯待遇，一下被人家轰出去，他还没有看清楚吗？每一个国家都为自己利益，把你乌克兰当做一个冤大头在那边干嘛？在利用，然后他还认为。乌克兰现在振振有词，我是替所有欧洲人在替你们打俄罗斯，对，你乌克兰，你这么伟大，你干嘛替所有欧洲人来打这个俄罗斯？那欧洲人也不出来打，你乌克兰人为什么要打？对，所以呢，就变成就是说自作孽不可活，哎，这个世界就是这样，自己搞不清楚啊，还今天被人家红地毯摸头。给糖果吃，明天被人家一个耳光一脚踹出来，他还要继续往这条死路上走的话，那我就想让他们自己人民流更多的眼泪。是我们请教运教授，我们看到英国跟法国嘴巴上都蛮挺泽伦斯基了，好像给他们送了，是不是背后他们有另外的盘算在呢？英国跟法国的话呢，他们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大国，他们的外交的话呢是玩得很溜的哈，他们当然背后有盘算的了。但是呢，话说回来啊，我刚刚就觉得说这里面也涉及到3个问题啊，其实跟我们这个学哲学的相关的哈，我咱们聊一聊。第一个就是这个仗打下去是不是道德的问题啊？第二个的话呢，为什么要打下去啊？这个为什么的话呢，就是也是一个需要一个比较深入的回答。然后第3个的话呢，泽伦斯基本身的话，对他个人来讲有什么好处，有什么坏处？我觉得这是个道德的问题的话，道德问题在这个情况下看得非常非常认知啊。因为我每次来 TVBS 的时候，经过基隆路跟新路的时候，都看到乌克兰人在那边挥他们的国旗啊。然后的话呢，你就不敢反对啊！你一反对的话呢，你基本上的话呢，你已经勇中了，那还得了啊？对不对？你反乌那不得了。就说我今天乌克兰，明日就台湾，我们也要很勇敢的。这是道德的问题，我觉得道德是一个相对性的，你怎么样想法，你就会觉得说你应该做什么事情啊。这个我讲的都是事实嘛，对不对？第二个的话呢，为什么要打下去呢？我觉得欧洲人本身呢，他们心里有个想法，反正呢，我们只是出钱，要死是死你们乌克兰的，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但乌克兰的话呢，只要士气够，他能够削弱俄罗斯的这个士气。大家了解，我在欧洲住了很久啊，欧洲人对于俄罗斯人是非常非常讨厌的。尤其是波罗的海3小国加波兰的，这4国是奇恨无比啊，因为他们长得跟挪威人、瑞典人一模一样，结果被苏联一旦统治以后，薪水差100倍啊！大家要了解这个事实，薪水差100倍啊！当然了，开玩笑，挪威人、瑞典人多富啊，对不对？那个时候我在冷战期间，我在欧洲住的时候就感觉。然后第3个情况下的话呢，这个对泽伦斯基自己来讲的话，你欧洲人的想法我不是不明白啊，对不对？我现在要做的事情的话，所以他本身他做了一个爆破队啊，像是一个深水炸弹一样投在这个川普头上这一爆炸，大家发觉美国本身，我跟你讲，英国也好，法国也好，欧盟也好，这个芬兰也好，那个泽连斯基也好，他们在等一件事情，他们等什么呢？等美国的内部的分裂。等美国的内部分裂，就说民主党人是都没掉就出来开始骂川普。川普讲说讲，所以说现在的话呢，马斯克一出招就是查账，就是查你有没有贪腐。然后那个范斯本身讲那个立场来讲的话呢，就是他苦口婆心讲，因为我仔细听了才了解，范斯跟他讲说，我们美国做事都是不采行动我们的行动就是终止你一切的这种援助我们现在用语言word， 我们用语言的话呢就是叫做外交。
泽连斯基马上不给他面子啊，讲说什么外交？你说什么外交？啊，然后这样的话呢，范斯才火起来。范斯一火起来的话呢，然后这个川普就跟着也火起来，现在变成这种局面。这个局面就是泽连斯基要的，大家请要搞清楚，死不是死在泽连斯基啊，但是泽连斯基一签这个协议，他马上会被暗杀啊，他身上背了几十万条人命啊。现在我跟你讲哈，整个事情闹完以后，普丁昨天晚上睡的是梦稳心安呐、爽的要命啊！到目前为止，整个交差了，所以说那个什么，他的那个扎波罗娃，他的发言人讲说，哎呀，你那个川普跟那个范斯应该联合起来把他好好揍一顿啊！这就嫌事不够大，你知道吗？啊，像那个什么啊，梅德韦杰夫他们讲说，这个叫蠢猪啊，他得罪了美国人了，他们基本上都在挑拨啊，希望美国内部乱起来啊，所有人都希望打败美国方法一定是美国自己啊。是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继续讨论。欢迎回来，新闻大白话，我是罗旺哲。再看到中美现在 AI 要大战了吗？因为中国大陆啊，全国两会啊，3月4号要起跑。那这次呢，将以这个稳增长为重点哦，要发展 AI 的一个情形哦，甚至强调说加码宏观政策支持，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任务。那当然，重点是在 AI 高科技产业，绝对是关注的焦点。那现在美国媒体啊也分析说，北京当局啊担心说 AI 机密外泄，现在要求中国的科技业的高层还有研究人员避免来赴美，因为他们说担心说这些人如果到美国去的话，可能会被拘留，甚至成为中美谈判的筹码。这是这个有人开始点名在担心这样的情形。那甚至呢，现在中国又有一个 DeepSeek 的时刻了吗？我们看到这个画面了，这个是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它现在能够克服种种的危险地形甚至在平衡木，大家没看错，它这样踩的是平衡木，甚至在梅花桩上面都可以稳稳当当的。那现在呢，这个 G1 机器人演算法呢已经持续升级了，现在已经支援的任何动作都可以任意学，难不倒他们了所以真的蛮厉害的。那在这样的原始码的一个情形之下呢，其实这个科技已经在很多的机器人上面在做资料的一个收集，要强化学习这些程式码跟硬体规格，让这些做法感受到中国 AI 的兴起还有开源的浪潮。那现在北京的亦庄现在这个包括了一些这个电脑也有职位在北京的亦庄这个几千到几百线性的这些机器人将持续扩大跟扩容。那现在呢，当前的一些小米的汽车工厂已经有超过700台的工业机器人在工作，所以不是一般人在工作，是机器人在工作那所以接下来呢，在北京亦庄的这些计划环绕之下呢，机器人加高端的制造的领域支持机器人的产品跟人形机器人将会进入这个产线，明年年底将会开放超过5000台的需求，所以看起来非常的这个需要。那《工商时报》报道说，现在鹰派再度入阁，美国研拟全面禁止中国来售 AI 晶片。现在这个美国商务部负责出口管制的这些助理部长，还有提名的人海德，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鹰派的路线清晰。那外界担忧，美国下一步呢，恐怕会全面对中国禁售 AI 晶片。但中国有在怕吗？我们看一下，现在华为 AI 的晶片逆天的逆袭过去被视为是依赖辉达的晶片，但演算法的技术应用现在也适配部署华为的升腾晶片所以他们也有另外一个出路。那现在呢，包括了产量从10万块现在已经到30万这不断的扩增当中。那现在中国大陆人要抢 AI 的人才现在薪水非常高小米跟华为开出了100万人民币的年薪我们来看到这个是小米小米现在招聘 AI 的大模型相关的工程师还有研究人员，月薪这个是台币月薪19万到32万，年薪高达的500万台币大概也是100万人民币左右。那华为呢，在上海这个青浦高薪招聘 AI 的一些人才，月薪也从15万台币到28万台币年薪也高达了450万元左右薪水真的都非常高。好，那美国呢现在晶片管制那会反过来让中国大陆呢再创奇迹因为现在微软跟亚马逊都放话了，如果美国用晶片管制的话，恐怕会将盟友推向中国的怀抱这个是微软的总裁直接讲说，拜登的规则呢是使中国大逐步的推广自己的 AI 的技术，获得战略优势。这跟10年前的中国在5G 通信的快速崛起如出一辙。
那现在中国在做什么事情？它研发这个世界光子时钟晶片，速度飙100倍，而且还可以提升6G 的通讯性能。那这个晶片呢，可以在时间上调控速度的提升100倍，进而大幅提升未来智能的运算、6G 的通讯，甚至空天遥感一系列的这些应能应用，都可以透过这样的这个光子时钟晶片来做速度的提升。那他们成功实现了这个光频输的技术跟晶片化，让光能够在其中不断用光速来做奔跑。我们过去说音速是很快，但是光速可以是更快，每跑1圈的时间呢，就可以作为晶片这个片上时钟的标准。那由于这个时间点非常短通常1秒钟呢就可以跑10几亿分之一啊，所以光子时钟呢能够以超高速的时间来进行调控。那与此同时印度也有一些动作，印度宣布今年将拥有国产晶片采用28奈米的制程，他们希望说能够甚至超越中国，喊出这样的野心出来了。好，我们先请教彬哥，彬哥怎么看？现在中美的 AI 大战是不是就要开打了 ？AI 其实关系到人类的社会的未来发展，所以这个当然是重中之重，也是中美其实竞争的，我觉得胜败的关键就在这个地方。所以中美当然都投注了大笔的资金跟心力在里头。你看川普刚上任，不就是他们就有要集结一个5000亿美金的团队，就要来搞这个 AI。那同样，中国大陆这边也是之前就是把这些所有的电商啊，然后这些高科技产业全部都召集习近平亲自接见，是干什么？就是也是要全面的来由国家的力量来支持，来发展这一块。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必然的道路啊，大家一定都会全力出动。那只是我觉得最近中国大陆好像有点在井喷了，也就是我们最近看到很多包括机器人啊，包括 AI 啊。你会觉得，过去好像觉得中国大陆在这些领域好像并没有特别出色的表现，然后突然之间这2年好像就雨后春笋般一个一个的跑出来，大喷发。你看宇树科技最近这一阵子公布了几段影片，都让人家非常惊艳。是那个机器人整个流畅度，还有它整个纠错的能力都越来越强。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大概都给西方更大的压力，因为中国大陆在人形机器人这一块的发展真的是很厉害，而且他们未来如果它能够用相对便宜大量量产的话，那恐怕美国又要指控这个叫过度销售啊，过度生产。是，所以我觉得这个对西方一定会造成非常巨大的压力。那西方现在制裁中国大陆的方法是什么？其实方法说来说去就是用我禁售晶片给你，让你没有办法取得最高阶的晶片。那现在甚至还要扩大，可是我老实讲，扩大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因为你要遏制它的发展，你去进高阶晶片也就算，你如果把成熟的晶片也进了，那请问一下，成熟晶片中国大陆不会自己做吗？是啊，中国大陆其实你知道，美国这一阵子的制裁已经造成一种结果，就是实际上它在强逼中国大陆的晶片产业成熟化。因为很简单，过去中国大陆为什么大量采用西方的晶片？因为它自己做良率不高，然后成本可能太高，是，然后在市场上竞争不过别人。可是现在因为它买不到了。那你让他买不到的话，那我就只有自己做啊，刺激自己做。对，结果呢，你知道它的先进制程7奈米的制程它现在本来它的良率只有20%，所以中芯之前做一直在亏钱。是，可是拜美国之所赐，因为市场上买不到这些先进的晶片，所以呢，反而它只有20%的良率之后，它居然还是可以存活，因为价钱提高了。是，你知道？然后现在呢，经过这1两年的这样子的努力之后，他们现在把良率已经提升到40%了，所以他开始可以赚钱了。他们现在目标就是在今年到明年把它提升到60%的良率，那就是一般的良率。是，如果能够再往上提升到80%的良率，就变台积电的能力了。那所以你在逼他一直在进步嘛，不就是这样子吗？是，所以你如果现在再去连成熟制成的晶片也进的话，你根本就是让大陆自己的产业以后完全依赖国产晶片。你在养活中国大陆的晶片产业，我觉得反正倒帮忙一把。对，这个逻辑是蛮奇怪的。那当然，这个光子时钟这个晶片未来一定会发生非常大的作用。是，那中国大陆也一直在这个方面不断的努力。那只是现在我们看到印度也要来玩这一块。对，那他说今年就可以做出28奈米。那当然，28奈米其实就是成熟制程啊。那他如果能够做出也是不错。他说要超越中国。可是问题是做出来并不难。很多国家都做得出来28奈米，问题你良率多少？对，你良率如果提不高的话，以印度来说，我看这个恐怕不是很乐观。是，好，请教介大使怎么看呢？
大陆就是说，《Wall Street Journal》就是报道说，大陆已经要保护它的这个顶阶的这个科技人员跟这些企业家。是，事实上这个是有它一个事实的背景的哈，因为事实上过去在一段时间里面哈，大陆很多这些顶尖的科技人才哈，都在他的壮年时候哈离奇死亡，所以离奇死亡，离奇死亡，外界有好几个报道哈。而且数量不少，18个哦，这里面有这个所谓的这些研究所的所长啊，比如说在44岁，都是非常高层的一些人士哦，非常高层的。大陆还有一个无人机专家张岱彬他也是，他说他是自杀身亡，他47岁，那这些都是很奇怪的。然后还有这个空间专家，像张孝信，然后意外车祸死亡。是，还有大陆军方的有一个 AI 的首席专家哈，那么洪阳鹤，这个报道蛮多的。他下班的时候突然他开的车出车祸，被一辆大的卡车就撞死了。是，那不到40岁。还有 AI 释小龙哈，这个商汤科技的创办人哈，也是很年轻啊，55岁，也是意外死亡，还有自杀的。那么，所以就变成这些，事实上也引起大陆内部的一些很多的报道哈，流传也很多。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现在的问题就变成就是说，大陆的科技人才现在大部分是自己培养的，是，自己培养的话，那更值钱了，对不对？也就是说，你如果都是西方回归中国大陆的话，那西方会认为这都是我培养出来的，所以这个创造这些人才的这个环境我还是有。是，那现在问题就是说，这个创造人才的生态环境，中国大陆已经有了以后呢，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就变成这个对于西方来讲，而美国来讲极大的威胁。那只有把他这些顶尖人才把他让他或者轻生或者说什么情况那意外死亡才能够有效的阻挡中国大陆目前这个科技井喷的这种突破。是，所以我觉得各国都会在做。中国大陆我觉得现在已经到这个阶段，他必须要注重他自己人才的安全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客观的形势已经形成了，他也不得不做了。是，好，请教苑教授，这个薪水蛮高的，100万人民币起跳，那现在是大陆是要重金来挖人才了。这个薪水严格讲起来不算高了台湾来看是蛮高的。对，台湾的情况当然比较特别了我必须要强调，因为这个科技人才当然是代表未来的趋势是，我想真正那个打压大陆科技发展的话呢，就是要让大家感觉到，就是说全球分工美国欧洲是属于尖端科技然后中国的话呢属于生产的技术那这样子的话呢，中国本身来讲，我不晓得大家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这个马云跟马斯克在聊或者说是这个联想跟马斯克在聊的时候都非常得意都强调说是我们生产的非常多你们强调创新的话呢，在国际上分工。那国际上分工的这件事情的话呢，美国不干了。美国不干的话呢，你知道吗？就是说那个 Google 以前总裁叫 Eric Schmidt 他讲的话，这个人头脑非常清楚他原来第一次我听过他好几次讲话第一次他讲说大概差3到5年，第二次他差1到3年，最后的话呢，他讲说差3到6个月。那3到6个月基本上你强调的是个趋势我觉得大陆今天的科技的话呢，仔细来讲的话呢，你比如说语数就今天上午我看到一段视频，王欣欣在讲，他说语数科技人家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不生产只跳舞什么的，他说你傻子那么机器人会跳舞，那就等于他会做一切事情因为这个跳舞的话本身来讲是我们最有韵律感嘛，我们这个韵律的节奏感，所以说另外的话呢，这个梁文峰他这个回到湛江去。这个过年的时候，那通通都会告诉他说，你本身要注意的安全，直接派安保人。为什么要重视科技人才？因为这些都是年轻人，都是自己培养出来的。所以说，我觉得呢，大陆整个科技这个井喷之势无法遏制。最主要原因的话，因为它的教育好，科技教育好，政府大力支持，大力支持。然后第三个的话呢，大家了解这是一场国家生存之战所以说呢，这些人呢，有的时候大家可能不要
低估了大陆这个人的爱国的情绪啊。其实呢，在这一场的会晤之后，泽伦斯基当然知道美国这边谈崩了怎么办？没关系，欧洲有一群好朋友，说会挺他到底。马上呢就飞到了伦敦，重申我跟美国还是好朋友啦，我们还是战略伙伴，没有安全保障的停火对我们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一定会要求必须给我们安全保障。然后看到了施凯尔，哇，现场的民众呢看到泽伦斯基来，高声欢呼，施凯尔呢大方送暖，因为呢你看看他来到唐宁街这里的时候，帮他抱一下，说啊辛苦了辛苦了哈。那大家也看到了英国的具体行动，就是送给他一个贷款大礼包，目前签约贷款大概是935亿台币，折合英镑是22.6亿英镑，所以要给他们提升国力。好，但是呢，这个900多亿，是贷款哦。换句话说，钱会回来哦。钱先借给你没关系。他私下给了他一个警告，什么？《金融时报》的报道说，私下给他的忠告叫做修复和川普的关系吧。没有美国保证，任何和平都不会持久。所以不管说呢，你是见到了谁，见到了施凯尔现在的首相，又或者是见到了英皇，不管怎么说，大家还是都认为需要美国来帮忙你暂下。但是川普这么容易吗？川普第一，你要可以，欧洲官员讲了，你必须要公开道歉，川普才有可能会让你好好的跟他继续谈，才有办法修补关系。好，再来呢，马克宏的讲法说，哎呀，大家保持冷静啦，我们同阵线的，我们不能让别人有一个裂缝，而且呢，我们也不同意在乌克兰人溃败或放弃的情况之下投降。但是欧洲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啊，匈牙利总理奥班就直接讲啦，那你到底为什么？如果真要停战的话，你就跟俄罗斯对话啊，就一起来商讨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和平啊。其实川普讲的没错啊，现在呢，基本上欧盟到底是不是沦为英国霸权、美国霸权的啦啦队呢？这个是美国的经济学者萨克斯他的一个疑惑，原因是因为呢，他讲了，你欧盟基本上本来就不应该要一昧追随美国嘛，你们要找一下你们自身利益的外交方针。那你们有能力的话，你们就可以摆脱他们的影响啊。可是欧洲大家观念不太一样，想法不太一样，所以他们的外长就讲了，欧盟外长说自由世界需要新的领袖。卢比欧这边呢是反击说，欧洲是没战略的，你们想要再拖1年吗？你们现在呢，到底你们退场是什么东西？那你们就是想要美国挡在前面，然后呢，你们都不用做事情吗？然后呢，你们就可以躺着了吗？北约是这样子的一个组织吗？好，美国现在看起来就是那个大哥已经不大哥了。美欧之间的关系 ，BBC 说是公然在川泽2个人撕破脸之后，就是已经陷入危机了。川普到底还有没有要信守当时北约组织的种种承诺？另一个部分呢，北约的秘书长现任的这个鲁特，荷兰这边的前总理讲说，乌克兰要设法修复跟美国的关系。其实回过头，那不就跟英国讲的一样吗？你还是要美国保证才有机会啦。反正现在不管怎么说，回过头来还是需要川普，原因是因为川普说他跟普丁谈得很好啊，所以呢，某些层面来说，其实俄罗斯是不是也在测试一下你们北约？我知道早就不北约，到底你们的防御能力为何？那一直认为俄罗斯是你们的一个对抗的一个组织、集团、联盟，那到底你们自己有没有同心齐力？请教一下杨老师会怎么样来看？美国这边碰壁了，所以他只好飞伦敦，很暖，借给他900多亿台币。现在民主政治的这些国家们，大概都是媒体政治、民粹政治。那要面对民意，要面对支持率，要面对就是说自己可能不会被弹劾，不会被要求下台，不会被漏收你的财产，所以这些问题呢，大概都会跟他所面临到的国家的利益、外交的政策会纠缠在一起。有时候搞不清楚到底是为私还是为公。但是呢，表现出来的这种媒体上的诉求都会非常的民粹。这一定要认知，不管哪个地方、哪个国家都是如此。川普是如此，泽伦斯基如此，施凯尔也是如此。
欧洲国家一定要团结在一起，在这一次，因为唇亡齿寒，而且他要做给美国看、川普看。如果任何有一个国家，这次只有一个国家到目前为止就是这个匈牙利的欧尔班，但他没有再多讲话，因为他现在知道，如果川普完全撒手不管，这个问题就变得很恶劣。各位要知道，因为美俄之间的谈判，俄罗斯的部队已经有20万的部队从前线回到后方去做整顿，因为他不觉得再需要，就是特别在这个东势攻击之后，所以20万如果再上战场，或更说再上战场的时候，那乌克兰缺乏足够的武器，俄罗斯的这个武器，这个占它整个 GDP 已经超过多少这个比例，而欧洲国家没有办法提供，欧洲国家也跟美国一样，怕跟俄罗斯打仗，所以就把乌克兰推到前面。这个时候看到泽连斯基跟川普闹翻了，全部都结合在一起，其实为了自保，但是私底下都希望你赶快跟美国道歉，你赶快去签这个矿物协议。好，这个道歉当然是川普拿出来的。川普也知道，川普如果没有这个矿物协议，川普就不会跟普丁去谈任何的和平协议或停火协议，因为普丁会认为说，第一个，川普没达到利益，那普丁认为说这个没有交战一方乌克兰的认可，他也不会去跟你签这个和平停火协议，那川普当然也不会签这个和平协议，所以这样子的话，川普就失去了一个他能够去制造俄乌战争停火的这样一个政绩。因为这个政绩对他而言是很重要，因为他要拿这个去骂前面那个愚蠢的总统拜登。他在记者会上面不是这样讲吗？他如果说自己把这个事情给弄黄掉了，什么都没有了，惩罚俄罗斯，惩罚泽连斯基，其实到后来民意会对他很强烈的批判。现在美国的民主党的议员跟讨厌川普的议员，在这一阵子声音都比他低，这几天突然爆出来了，你背叛了我们的盟友，你欺负我们的盟友，你占他的便宜，其实这个也完全不太对，这也是美国国内部政治斗争、媒体政治、民粹政治的这个情况。好，但是呢，川普知道这个会造成影响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在这个记者会之后吵完了之后啊，川普的内阁一个一个上电视，Rubio 上 CNN，Rubio 讲的还真不错，财政部长上 Fox News， 然后呢，他的白宫的幕僚长、副幕僚长，因为幕僚长是女性，不太言辞可能不太顺，所以呢，副幕僚长上，那也是骂得很凶。然后呢，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出来了，那是那个你的前任女友跟你在争吵9年前你说过的每一句话，有一点像，但是呢，这都是显现什么？显现川普有点心虚了，因为知道这个事情如果对民意对他不利的话。最后他可能会在这场上面什么也没得到，可能会民调受到影响，因此他还是愿意跟泽连斯基去签那个矿物协议。现在泽连斯基就是要回来，那但是呢，他会不会道歉？他现在说谢谢，你说了30多遍，对不对？对。那道歉只要一句话，但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在接下来48个小时之内，否则如果拖过72个小时的话，48个小时、72个小时的话。那其实这个事情可能就会僵局很难解，这个僵局很难解。其他国家都，你看，除了欧洲的12个国家之外，通通都安静无声，连俄罗斯都安静无声，所以我是觉得接下来这48到就2天到3天的时间，泽连斯基可能必须要出来面对这个问题，因为也只有这样子的一个就是经济这个战略协议或者是矿物协议。随便你怎么称呼它，美国的利益还在这里。好，其实呢，必须要讲哈，就是川普和白宫幕僚长基本上那位女性的就是很重要，包括管钱财啊等等等等，她很少对于政治这边比较少就公开发表谈论啦。但是问题是呢，她的下面的这一些徒子徒孙，通通都送出去了。那当然啦，对于川普来说，他也希望签得成嘛，没签成他没角色，那签成了之后，他有角色可以跟俄方谈了。但是呢，左老师现在最毛的可能是欧洲的这一些盟友们，因为欧洲的盟友们想说，你再不去签，我们怎么挺？我们挺的话是连我们自己都要聊下去。
好，第一个先补充一下美国的情况哈，就是说现在在白宫首页上发布的这些各界人士，主要是参众议员啊、美国的内阁阁员啊，支持川普的之外，最特别的一位是一位众议员，他是乌克兰出生的乌克兰人，他也出来挺川普，虽然他是这个共和党员，而且之前还跟川普发生过这个口角的，但是他出来挺川普，批评泽伦斯基。那当然就是表示说，川普现在这个舆论攻防，他是有备而来。当然，我们回来讲欧洲的这个情况，施凯尔显然给了这个泽伦斯基一个非常温暖的拥抱，还有这么多人出来这个支持他，向他欢呼。可是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没看到，什么呢？不是查尔斯这个国王要见泽伦斯基，而是原来英国跟法国谈了要派3万人到乌克兰去，这个没有提出来。那这个没有提出来，当然才是这个乌克兰就是泽伦斯基最担心的一件事情，因为他到美国去为的是什么？就是要美国政府派部队去这个去保护这个乌克兰的这个稀土嘛。那现在你这个美国没有派人，英法没有派人，你最后忙了3年一场空，他的安全保障还是落空，所以这当然最后就是还是给了泽伦斯基很大的压力。第二个，欧洲当然在这个面对川普的庞大压力之下，他目前要走的是两件事情，要做2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要增加军费，这个是现在像这个什么立陶宛啊、这波兰啊，他们这些邻近俄罗斯的国家已经讲，因为他们的军费比例是最高的，都已经冲过4%了。然后你其他这些国家只有达到2%还是不够，而且呢，你要让川普开心，要让美国继续留下来，你还是要提高军费。所以这个增加军费已经是势不可挡了。但是问题是，增加军费够不够？能不能够这个维持？能不能够让美国继续留在欧洲？能不能够因此而保护乌克兰？这个显然才是最大的问号。而第二步就是德国这个总理即将担任总理的这位梅尔兹他说的嘛，要支持这个欧洲的独立，欧洲要有自己的军队。那这意味着欧洲要它的军费整体的军费要达到2500亿，而且呢，它要增加20万人的军队，这个做不做得到？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如果没有了美国，德国所需要的核子保护伞可能要从法国来。可是现在法国的这个Le Pen啊，就是法国的国民阵线的这个领导人，他公开出来反对。虽然过去是这个法国总统从萨科齐以来都提出了这个主张，是德国反对。现在梅尔兹提出来说，他愿意正面考虑，结果反而是法国内部有杂音。所以这就是凸显了欧洲要保护乌克兰也好，欧洲要军事自主也好，它面临最大的一个挑战。因为它不是一个国家，它是20几个国家。那这20几个国家要达成一致，在很多重大决定它是一致决的。所以怎么样能够一致决？怎么样能够快速有效的做成决定？这是欧洲未来所面临到最大的挑战。好，所以就是欧洲来讲啦，他们成立一个北约，当时就是把美国拉进来嘛。老大哥，不管是钱，不管是能力，不管是人，都可以来挺他。但如果现在不挺了，他们其实心里面其实就会想说，到底扛不扛得住？俄罗斯也在测试他们呢。我认为泽伦斯基到英国见了英国首相啊，然后他们要讨抱抱啊，我认为没有用啊，这种摇尾乞怜啊，效果极为有限。他现在泽伦斯基应该赶快有3个认知跟行动。第一个，赶快跟向美国道歉，因为没有美国无以成事。这些欧洲国家，你不管英国、德国、意大利，还有其他的小国，他没有办法，他不如敌一个美国，美国抵所有的欧洲所以搞美国搞定了，欧洲就搞定了。你其他搞那些小国家没有用。那个欧洲联军啊，成立了20年，也没有成立欧洲联军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美国是重中之重。所以泽伦斯基要有这个认知，赶快回到这个美国的谈判，不然的话，一切都白谈了。这些欧洲的国家啊，他只有借钱给乌克兰，借钱然后在旁边看戏，他也不出兵。那乌克兰，你这样子，乌克兰还多少钱？他没有钱还了嘞，他现在欠了一屁股债。以后的话，他这个90年、100年也还不完。乌克兰做这个100年的奴隶，这个整个乌克兰的这国运整个断送掉。这第一个认知，赶快回到这个美国这方面的，跟美国去谈，请美国帮忙，请美国协助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第二件事情，我认为乌克兰赶快这个跟俄罗斯停战，现在停战，因为
越快越好。现在每1个月啊，乌克兰都丢掉一个台北市的面积，大概270平方公里，每1个月丢掉，那你每1年怎么办？你继续打下去，每1个月再丢掉，乌克兰还多少土地可以丢？现在已经丢掉12万平方公里，每1个月再丢掉一个台北市的面积，那还得了？赶快这个少输为赢，赶快有个停损，战略停损，不要再丢掉土地了，因为现在俄罗斯打的这个顺风顺水，在那边那会继续拿下土地，那这样的话，哪一天停战了，那这个停战线就是国界线啊，不要再丢了，赶快跟俄罗斯这个停战求和了，要赶快这个时间的急迫性呢，泽伦斯基还没有抓到。第3个重点呢，泽伦斯基越早下台越好，新人新政，因为他现在已经走到战略死胡同，走不出来了，不知道怎么走，怎么样走下去。国内的话，这个战局不利；国外的话，外交又失利。你现在的话，这个军费军援欠了一屁股的债，怎么办？赶快下台，越早下台整个可能战略态势，因为新人上来可能不一样，全世界可能对这新的这个乌克兰的领袖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另外一种援助，另外一种支持，不一定，因为泽伦斯基已经走到死胡同，没有办法改变整个大的这个战略局势，所以我认为他要越早下台，对乌克兰是比较有利的。好，到底呢？这个泽伦斯基最后会怎么样来选择？其实这也关乎到他个人到底还能不能够在乌克兰立足。这个其实呢，也是一个他考量的原因。不过对于川普来说呢，现在更重要是什么？是关税战了。现在最新的一道命令是他要对进口的木材展开贸易调查。好，你会问哪一个国家影响最大？很多人说可能是加拿大会面临更高的关税了。最主要原因还是因为有很多木材的这个家具是美国出口的，是因为呢，他从其他国家引进了原物料之后，他们把它再加工制成成品之后再出口。但现在白宫的贸易顾问怎么讲？说这些国家呢，其实是向他们倾销木材。他说这个状况呢，必须要停止。再加上啦，美国军方的建设活动需要使用大量木材，所以呢，他们也担心造成国安危机。但是如果说这一步要再下去的话，不是已经要对加墨要征收这个20%的关税吗？好啦，现在说呢，加拿大反美情绪高涨，所以呢，你不对我来增加关税，那我就要停用你的美国食材。这个部分呢，双方对垒开始了。墨西哥是一个比较不同的做法，你对我征25%是不是？没关系，我知道你想要什么，你想要我们一概的跟你一样对抗中国，对吧？所以呢，他要对大陆加征关税。美国财长看到之后说：“好如果说墨西哥对中国加征关税品项，针对汽车还有汽车零组件的话，那要不要？”其实加拿大也应该跟着看齐呀，跟着我们一起走，我们就会是同一阵线的。那当然啦，如果加关税之后，那是不是这些厂就通通会移到美国去了？这又是另一种说法了。其实呢，现在双重压力，墨西哥政府是真的很为难，毕竟他们经济也是面临着挑战。欧洲同样面临着经济挑战。先前呢，当川普讲说要威胁加25%的关税的时候，他们讲一定会有回应。马克宏现在就说啦，之后呢，我们将会对美国的钢铝也会有对等的关税回应，要捍卫自己。但其实呢，现在因为关税，欧洲市场已经开始面临压力了。譬如说汽车产业，因为钢跟铝嘛，他们原物料就有面临一些压力。而现在呢，各种说法都有。中方一再的告诉欧盟，拜托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不要因为川普对你们有压力，你就想说要怎么样？我们这边是朋友啊，招招手，我们可以跟你有对等的贸易，可以又变成了去风险化，跟我们重回正轨。其实呢，现在关于川普的不确定性，确实让很多人，特别是市场上面的人士，非常觉得有不安感。在 Q1 的部分呢，第一季经济可能会陷入萎缩，甚至通膨的部分呢，有可能会从12月的3.3%升到4.3%，大家会更难过。克鲁曼就直接讲啦，川普2.0现在呢叫做极其无知，要克制啊，不要这么样的自大。现在呢，他砍公务员，但是你一砍之后，后面有人疯狂挖角、疯狂接啊。包括了国安人士，因为毕竟现在 CIA 也有很多人签了那个单，对不啦？有没有可能最后被人家给挖角过去呢？甚至现在呢，其实双方的对垒，中方这边已经讲了 ，AI 的企业家、研究员不能去美国，因为要防止我们的技术外流。
某种层面，这个讲法是不是中方认为它的 AI 人工智慧已经超越了美方的相关技术呢？现在在大陆要抢 AI 人才，包括了小米、华为都有开出100万人民币的年薪，是大举的在找人。好。3月4号之后，全国的两会呢，即将在大陆这边开跑了。AI 这一次也是他们的一个重点产业之一。当然啦，除了关税战之外，科技战也是下一个重点。所以想要请教一下杨老师，您会怎么样来看？对于川普来说，关税战他绝对不会放手。我们这2天因为川普跟泽伦斯基这个吵架都忘记这件事都情了，忘记了关税的问题才是整个全球的政治经济的大海啸。是。而且就是后天，对，3月4号美国时间。我一直提过，川普的关税2.0针对5类的国家，第1类中国，第2加拿大、墨西哥，第3是主要的对美国而言贸易逆差国。我们台湾排第5哦。是。第4是关键产业的出口国，第5呢就是我们把它叫做中国供应链的入京国。经过哪些国家？主要其实就是墨西哥、越南，也有一部分在加拿大、印度。因此，你现在看到就是3月4号，他现在是针对墨西哥、加拿大，本来是说要移到4月2号，他但是又把中国大陆给加进去，说我可能在3月4号对加拿大、墨西哥25%，然后呢对中国再加10%。对中国不是只有原来的10%，那是2月4号的时候啊，那是因为本来川普1.0已经有20%了。所以现在对中国加起来是已经30%，而且在实施的，那再加个10%在后天，3月4号呢，那就会来到40%。而中国大陆出口美国大概占中国大陆整个去年的出口11.2%，看似不高，但是其实还是蛮关键的。所以呢，这还是会痛，还是会打到中国的这个出口，尤其在现在这个时间点。那你看到这个关键产业，所以它的钢、铝、汽车、半导体、药品、木材，一个一个都往上弄。我个人判断3月4号对于加拿大、墨西哥的这个25%不会采取，会延后。第一个，那个不可能磕下去，因为那是全部的，磕下去会经济大乱。第二个，墨西哥回应了，墨西哥回应就是回应什么？就是墨西哥是重要的中国供应链入京国，所以墨西哥也对来自于中国大陆的商品课税，也就是把这个关税的这个线呢，不是放在美国的这个边境，而是放到墨西哥的边境去了。因此呢，这就是他压迫墨西哥的目的。所以最终啊，川普2.0最后的核心还是我讲到的第1类，对中国大陆。因为这是中美的贸易跟科技的竞争嘛，但是呢，他要全面的去围堵，这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中国现在跟全世界120多个国家是第1大贸易伙伴，另外还有30多个国家是主要贸易伙伴。你把供应链拉长，你不到墨西哥，他到别的地方去嘛？那你把它拉长，其实成本更高。一支笔，比如说100块台币，你现在已经30%就变成130块了。但如果说到美国做，那可能150块都做不出来。你到墨西哥做，说不定可以省个20块钱。但你现在把它又加进去，其实到最后我要问的最关键的事情，谁买这个笔啊？是美国的消费者。所以这个关税一定还是会去转嫁变成成品这个商品的就是价格的上涨，那就叫通膨，这叫进口通膨。那这个通膨在过去都发生过，因此你看到过去美国的整个通膨的比例其实是很高的。那现在川普以为说我把油价控制，我把这个汇率给控制，因此呢通膨就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现在就不一定啊，所以他也很谨慎了。我看了一步一步，但是呢他在 play game。我们就看他3月4号后天之后呢，对中国大陆会不会再加10%？我个人觉得很有可能，但加拿大、墨西哥不会，会延后。就有的玩假的，有的玩真的，但是呢，他就先喊嘛，反正喊了之后，他还有时间可以来做决定。我们先进广告，等等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呢，现在在关税战的部分 ，Q1 有可能让美国的经济陷入更严重的困境。请教一下左老师。
好，首先讲到这个加拿大的木材，其实加拿大的木材跟美国之间的贸易纠纷由来已久，从80年代就开始了。那主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加拿大这个软木材，它这个砍伐费用啊，比美国的砍伐费用要低很多。美国的砍伐费用，美国的因为它砍伐都是在私人的土地上，所以它是根据市场价格来决定它的这个砍伐的费用，砍伐的权利的这个权利金。但加拿大因为它土地是国有的，所以基本上它这个砍伐的这个授权费呢，其实是很低的。所以美国认为这就是一种变相的补贴。因此这个纠纷呢，其实从80年代开始吵，然后呢到后来双方签了自由贸易协定，然后呢又继续签了双边的这个协定，就专门解决这个木材的问题，就是软木协议。然后后来协议失效，又继续在打官司，就继续两边在吵。因为美国就不断的课这个反倾销税，而加拿大就不断的到这个所谓自由贸易协定的这个双边委员会，或者到 WTO， 然后每一次加拿大都胜诉，然后美国就持续还是课反倾销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价格差异，使得美国，因为美国这个它的这个房屋的造房子，它是需要用很多的木材的。那这样当然使得加拿大又邻近，然后它的价格又便宜，当然就会占很大的优势。这当然也反映了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川普现在要针对很多商品是美国一些企业界长期抱怨的事情，不管美国有没有道理，他就觉得说，不管所谓有没有道理，就不管是不是符合所谓 WTO 的规定，他现在就要采取单边的作为，把这个经济利益要回来。我觉得这就是川普现在整体的思维，所以加拿大当然只好用其他的方法来去交换，来去谈判。那当然其中一个可能性就包括跟墨西哥一起来对中国大陆课税。墨西哥现在对中国大陆课税，它是针对什么？针对汽车。因为川普最早去埋怨墨西哥的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国家的汽车厂都到了墨西哥去设厂，然后利用所谓的美墨加自由贸易协定出口到美国去，所以他认为这样对美国是不利。所以包括不只是汽车哦，其实还有这个电子厂商，现在也开始要从墨西哥前进到德州去，或者就干脆在美墨边境去设厂。那目的就是要预防未来川普会对墨西哥增加关税。好。可是墨西哥现在只有针对这个汽车的部分，那加拿大要针对什么呢？因为加拿大汽车厂商没有到加拿大去课税啊，去生产啊，所以加拿大要针对什么呢？这个当然可能就是要费尽心思了，什么样的东西是加拿大课税有用的？可是为什么川普要这个？他的一个重点是因为很多企业界都在抱怨说，川普课税导致通货膨胀回来了。那所以结果大家都课税，责任就不在川普自己了嘛。所以虽然看起来只是去防堵中国大陆的产品，其实它有一个目的是可以去卸责，就把这个通膨的责任让所有的国家一起来承担。好，所以我们等等回来呢，要请将军来帮我们做总结，到底这个舆论战怎么打？节目最后要请将军帮我们总结。在川普总统的前一任拜登总统跟中国大陆打了4年的这个贸易战、经济战，包括科技也包括晶片战做限制，结果变成中国大陆在这方面呢，每一年大概维持4.8到5.0的到5.0%、5.0%的经济成长率。换句话说，中国大陆还是挨过去这些了。那现在他这个川普总统对加拿大加关税，对墨西哥加关税，对中国大陆加关税，加25%、加25%、加10%，结果会造成输入到美国的这些产品啊，东西变贵了嘛？因为这就会回馈到消费者身上，因为加了关税，变成消费者买的东西就贵了，消费者买的东西贵，那就变成通货膨胀了。那通货膨胀，那美国这方面经济问题并没有解决，